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家里弥漫着一股非常浓郁、好闻的肉桂的香味。这些肉桂的香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猜的没错，就是从眼前这一颗非常漂亮、美丽的章鱼兰散发出来的。这一颗是原生种的章鱼兰。章鱼兰有很多品种，它是其中的一种。它的原产地是美洲。它跟我另外的一颗小章鱼兰的花又不是很像。照片上的小章鱼兰的花是比较大的，而现在开花的这一颗章鱼兰，花朵要小很多。那颗小章鱼兰的花是从一枝花梗长出来的，长出了一串的花，而这一颗章鱼兰开出来的花是一重的，虽然它也是从植株的顶端开出的花苞，它的花不是一串的，而是像一个绣球一样，每一个顶端都长出了4-5朵花。这颗章鱼兰的植株比较矮小，植株大概也就4-5寸的样子。比起其他的小章鱼兰或者是章鱼兰来说，它算是比较迷你的。它的植株是椭圆形的，上下都比较小，中间是比较肥大。它的花期比较长，这些花已经开了有2个多月了。因为是第一次开花，我不确定它到底是开2个月还是3个月，但是起码是2个月以上吧。这些花长得比较奇怪，是倒着长的，上面那一片是花唇，下面这些是花瓣。花的中心是绿色的，而绿色会向周边慢慢的浅淡下去，然后花瓣都是黄绿色的颜色，非常的好看。每一片花瓣都有一条深紫红色的条纹，跟它的花唇的那些非常有规律的条纹的颜色一样，上下的颜色对应着，非常的好看。由于它的原产地是美洲，它对温度的要求也不高，只要温度不低于15摄氏度就非常适合它的生长。它是一种非常耐高温的植物，30摄氏度对它来说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它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，就像卡特兰对光线的要求一样，除了中午不能直接暴晒在太阳底下，早上跟傍晚它都可以晒太阳的。这颗章鱼兰是用桃栗、木炭、珍珠岩、树皮种植的，它对水分的要求比较高。看一下它的假鳞茎，吸饱水都是非常饱满的。如果发现这些假鳞茎开始发皱，就说明它的水分不足，就应该勤一些浇水。这个名签跟这些根都长在一起了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它的名签，名签上应该是写错了几个字母。章鱼兰在它的生长期，也就是春夏秋3个季节，对水分的要求特别的高，所以每天都需要给它浇水，但是又不能有积水，所以需要用排水性比较好的植料来种植。
冬天它虽然没有休眠期，但是冬天它的生长比较缓慢，这个时候对它的浇水就要减少一些了。水分太多也会容易造成烂根的。我刚才说我每天都需要给它浇水，是因为我这里的气候环境比较高温、干燥，湿度也比较低。如果你的气候环境是比较高温、湿闷的话，或者是湿度比较高的话呢，就要考虑一下做一个加减法了。空气湿度高的话，植料也会比较湿润，浇水的时间可以拉长一些。这个还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来决定什么时候给它浇水。它对肥料的要求也跟卡特兰对肥料的要求一样，而我是每一次浇水都会用肥料水来浇水的。肥料的配方我在5月16号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。总的来说，薄肥勤施就不会错了。它跟卡特兰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差不多，所以按卡特兰的种植方法来种植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